大家好，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中的这个小点，它叫做蓝色的圆点。此圆点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可爱的地球。1990年情人节那天，正在脱离太阳系飞往银河系中心方向的旅行者1号转过了身，拍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那个时候呢，他离开自己的出发地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已经足足有61公里了。在此之前，完成了访问木星和土星的任务，并且第一次近距离飞越了土卫6，让人类了解了这颗土星最大卫星的大气组成。看到这张照片啊，往往让人感叹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但其实还有一个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地方，那就是假设我们反过来啊，需要从照片的拍摄地出发，在飞行了12年，飞过了61公里之后呢，还能够准确地降落在那个原本看起来连1个像素都不到的星球的表面，这一切简直充满了魔幻的感觉。换句话说，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准确地导航到5500万公里以外的火星、15亿公里以外的土星和50亿公里以外的冥王星的？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太空当中是如何导航的。不过还是先让我们回到地面上来啊，看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地面上的导航是如何工作的呢？我总结了一下，无外乎就3个要素：准确的地图、精确的位置和详细的路线规划。这3样东西要么已经长在了我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被装到了导航的软件里。我举个例子啊，我闭着眼睛都能够从家里面走到公司，就是因为我既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也知道我的公司在哪儿，还知道连接起他们的街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在从家走到公司的途中呢，我就能清楚的知道我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在什么样的位置。都这样了，还能走丢吗？想想看，导航软件是不是也是这样干的呢？只不过地图换成了卫星地图，位置换成了由 GPS 或者北斗来提供，路线规划嘛，直接交给算法，本质上还是一个道理。那么换到天上去，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一个逻辑来工作呢？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一个个来看。先看地图，它跟地面上的地图唯一的区别只是它会运动。乍看起来啊有些棘手，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复杂多少，因为这个会动的地图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我们早在400年前就已经弄明白它的运动规律了。蒂古·布拉赫、约翰尼斯·开普勒、艾萨克·牛顿分别用他们精确严密的观测、行星运动3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来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这3个人中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想到，仅仅在400年以后，未来的人类居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理论，从地球出发，去到那些他们根本就无法看到的宇宙深空。今天我们只需要对某一颗星体进行少数几次的天文观测，就可以计算出它们精确的运行轨道与运行速度等重要信息，从而掌握它在未来任意时刻的空间位置，就像是你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地的准确位置一般。第一步，地图已经搭建完成了。第二步啊，就是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怎样才能像在地面上一样随时获得精确的定位信息呢？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我重点介绍其中的3个。首先要说的也是一个古老的智慧啊，那就是曾经在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工具了——六分仪。它通过将海平面与一颗已知位置的恒星重合在一个平面上来计算出航船当前所在的位置。比方说在北半球，想要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是多少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利用北极星就可以了。在六分仪当中，通过活动臂把视线当中的北极星对齐海平面，活动臂在圆弧上指出的读数就是当前的纬度了。当然少了精度也不行啊，六分仪依然是可以完成的，只需要再加上一个准确的时钟、心率和一阵简单的计算就可以了。其实啊，宇航员手中的六分仪和航海员手中的六分仪工作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对准的目标有点区别罢了。太空当中，六分仪自然对准的是一些已知的星体嘛，比方说太阳、其他明亮的恒星和行星等等。在阿波罗登月的计划当中呢，六分仪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起到了调整惯性导航系统所产生的误差的作用，更是在阿波罗13号发生氧气罐爆炸断电之后，电脑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成为唯一可用的导航工具，成功的把3名宇航员带回了地球。跟六分仪原理类似的导航系统还有恒星追踪器、太阳传感器、障碍物导航相机等等，它们都能利用一些特定的星体使航天器自主的飞向目标，我们就不再展开来说了。第二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利用位于地球表面的几个不同天线来帮助航天器定位了。NASA 使用的是分别位于美国加州、西班牙马德里和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深空网络来进行的，而我国马上就要开始的火星探索任务天问1号则是通过佳木斯深空站
喀什升空站和阿根廷升空站组成的升空测控网，以及我国射电天文观测网的 VLBI 测轨分系统来实现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计算发射和接收信号时的频率偏移与时间间隔来确定航天器在太空中的位置、方向和速度的。据说精度可以达到3米左右，你拿它跟要飞过的几十亿公里对比，就能感受到这个数字有多魔幻了。还有第3种导航的方法，不过现在还处在理论阶段，那就是利用脉冲星来导航。原理其实跟我们在地面上使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一模一样。我们都知道啊，只需要接收到3颗卫星的信号，就能够通过三角定位法计算出你所在的位置了。因为这3颗卫星的位置一致，你接收到它们发射出信号的精确时间也是一致，这就够了。恰好宇宙当中天然就存在着这些卫星。脉冲星由大质量的恒星的核心坍缩爆炸形成，是一种高度磁化、快速旋转的中子星，所以能够非常有规律的向宇宙当中辐射出电磁信号，精度简直可以跟我们用在卫星当中的原子钟媲美。再加上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又是固定的，所以刚才说的拿来定位的2个条件它都满足了，自然就能够被当成是免费的导航卫星来用嘛。只需要在我们的深空探测器上面装上能够接收它的脉冲信号的设备就可以了。有了这个人类的精确太空探索将不再局限于太阳系了，未来可期。好了，说完了地图定位，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线路规划。它的重要程度呢，就等同于导航软件是帮你选了一条又远又偏的小路，还是又近又好走的大路了，省了时间也省了路费。太空当中的路很好走，因为太空真的很空嘛，它主要的问题是太远了。但由于星体都是在运动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找一个相对起来它们距离较近的时候去拜访它们嘛。不光如此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路线，允许我们只用一点点的路费就一下子去串好几家的门呢？这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发射窗口器和轨道设计了。它们配合的好的话，简直天衣无缝啊！比如喷气动力实验室的加里·弗兰德罗就在1964年设计出了这样一条轨道，可以允许一个航天器利用各个星球的引力弹弓效应来一次就拜访完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而且还能将原本需要花上40年的时间缩短到只需要10年不到。前提是它必须要在1977年发射升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著名的旅行者2号了，堪称经典啊！好了，地图定位和路线，这就是我们在太空中导航的几个要素了。说完了，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难理解，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故事讲给你听。